瓦格纳这事儿虽然结束了，普京也表示不再追究瓦格纳雇佣兵的刑事处罚，但让普里戈金没想到的是，清算居然来得这么快。协助解决瓦格纳叛乱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也是一阵阵后派。借助瓦格纳叛乱，白俄反对派差点偷了卢卡申科的家。反观乌克兰战场，乌军同样借助这个事件在前线进行突破，据说已经拿下了第9个定居点。不过这段时间的反攻也让乌军损失不小，所以美国宣布再援助几十辆装甲车为乌军弥补损失。随着普里戈金服软，这场让俄罗斯措手不及的内乱算是尘埃落定。从普京的表态来看，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还是有些后怕的。如果俄罗斯没能迅速平息内乱，那么将给乌克兰带来一个好机会。卢卡申科也透露，如果这次兵变成功，受影响的不单单是俄罗斯，就连白俄也将受到兵变波及。因为在瓦格纳兵变期间，白俄反对派同样蠢蠢欲动，有意发动叛乱。为了防范于未然，卢卡申科特意给白俄部队下达命令，要求他们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据悉，白俄安全部分的前官员们在2020年抗议后离开白俄，组建了一个白俄罗斯安全部队协会的组织，并在西方国家建立了训练基地。卢卡申科之所以会觉得后怕，是因为反对派已经在白俄进行了几次行动，包括对俄 A50 预警机发动袭击。该事件火力军曾在之前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频道观看。反观俄罗斯这边，兵变的事情虽然解决了，普里戈金也去了白俄，但普京的清算才刚刚开始。目前仍有部分瓦格纳成员处于俄军控制范围之内，甚至还有一些瓦格纳中高层在俄军担任指挥官等要职。让普里戈金没想到的，普京的清算居然来得这么快。根据媒体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已经出动了宪兵部队，对多名瓦格纳高层指挥官进行了抓捕。瓦格纳在叙利亚分部的指挥官被拘押，同时在俄空天军赫梅明空军基地也有3名瓦格纳高层被抓。此次出动的宪兵部队是俄罗斯一支特殊力量，在2012年成立，大约有2万人，实际上算是俄罗斯的军事警察。逮捕瓦格纳高层，也就相当于这些人触犯了俄罗斯的法律。普京之所以会选择快速清算，还是因为瓦格纳兵变影响太大，而这个瓦格纳中高层依旧是不稳定因素，再加上瓦格纳现在呈现无序扩张的状态，在俄罗斯、乌克兰、中东以及非洲等地都有瓦格纳的存在，成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普京的掌控。当然，最重要的是，这股力量对普里戈金马首是瞻。如果俄军内部仍有瓦格纳成员，势必造成军队的不稳定。普京选择抓捕瓦格纳高层，真正目的不仅是清算，更重要的是砍掉普里戈金伸向俄军的手。当然，普京并未对瓦格纳所有人进行清算，瓦格纳成员还能继续为俄效力，但前提是与国防部签署合同。综合所有情况来看，普京还想收编瓦格纳，但并不是很需要普里戈金。这次清算也是在进一步削弱普里戈金，之后想要收拾普里戈金，那就是分分钟的事了。在普京处理瓦格纳事件的同时，乌军这边也没闲着，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乌军第1阶段的反攻效果，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虽然有推进，但全线都比较缓慢。在南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一度占领几个村庄，但这些村庄的地势比较低，乌军攻占之后就立刻遭到俄军炮火袭击。乌克兰国防部也承认，俄军建立了一条非常坚固的防线。毕竟，俄军从第聂伯河右岸撤退后，30万动员兵就奔赴前线，名义上是去驻防，但实际上一直在挖壕沟、埋地雷、铺设各种防御工事。经过大半年的时间，才让俄军拥有如此坚固的防线。如今，在乌克兰东路军的作战防线，也就是大诺沃谢尔卡，在经过不懈努力的车轮战后，乌军第31机步旅终于拿下第9个定居点。乌军之所以会选择进行车轮战，还是因为在这个方向集结的兵力太多了。乌军在发动反攻行动的时候，出动了新军第2331机步旅，后来又派出了第37陆战旅。这3支部队以快速冲击的战术一度冲进俄军警戒阵地，只是反攻前期俄军炮火还比较充裕，导致乌军冲击无功而返。为了增强攻势，乌军又动用了当地驻军的第68列兵旅，并增援第35陆战旅，同时防卫军第110、128以及129旅通通集结到此。
相较于先前出动的新兵旅，这些增援部队拥有丰富作战经验，再加上最初冲击对俄军前沿阵地造成的损耗，所以乌军才能取得突破，一举夺回河谷地带的4个村庄与边沿地带的2个村庄。为了巩固现有战果，同时保持进一步反攻的突击力量，乌军又将坦克旅与国民卫队中的突击单位派往前线。这段时间，乌军虽然突入河谷地区并占领边沿地带的2个村庄，但由于无法清除西侧高地上的俄军，导致河谷地区的攻势受阻，于是又让第25空降旅与重建后的第36陆战旅前来增援。至此，乌军出动的战斗旅已经超过了10个，除此之外还有2个炮兵旅提供支援。这么多的兵力摆在正面20公里宽的防线上，肯定会人挤人的。所以乌军采用了车轮战的战术，每个战斗旅以营级为单位，不断冲击俄军前沿阵地，各旅突击队轮番使用，不仅可以保持稳定的冲击力度，同时也能让各旅拥有足够时间进行整补。再加上俄军此处阵地是前沿防御带，布防密度比不过扎波罗热防线，通常在乌军不断的冲击下，俄军在阵地受损、兵力消耗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后撤，让乌军拥有蚕食的可能性。此次乌军拿下的第9个定居点位于俄军左翼防线的中间位置，位于河谷地区的高地边缘。此前俄军就是依托高地进行防守，只有乌军攻下这处高地才能继续向南反攻，而夺回第9个定居点便是吃下这块高地的第一步。不过有消息称，目前乌军还未完全控制这个定居点，应该是俄军仍在进行炮火攻击。乌军没有时间稳固布防，但按照俄军以往习惯，很少会选择死守前沿定居点，除非俄军机动部队发动反攻。如此看来，乌军巩固控制也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按照火力军的估计，乌军可能会加大机动力量的投入，趁势向高地带冲击。在这个高地拿下后，乌军必然会再向南推，有望消除俄军在大诺沃谢尔卡方向的突出部。就目前来说，乌军反攻行动中只有东路与西路获得突破，最被寄予厚望的中路军方向目前仍是颗粒无收。其中东路拿下了7个定居点，西路拿下了2个定居点。在乌克兰理想的作战状态下，精锐部队在迅速突破俄军前沿阵地后，各路大军直通托克马赫，然后就能上演去年的哈尔科夫大捷了。在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纵深快速冲击，甚至一路打到亚速海地区。俄军也深知这个防线的重要性，在这里布置的防线也是最密集的，就连防守部队都是比较能打的南部军区第42摩步师等部队。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没办法，战场处处都是俄军布置的雷区，就算出动豹 2A8 都不一定能取得优势，上什么装备没有区别。不过乌克兰还有机会，因为乌军还未发动全面反攻，后备兵力非常充足，而且经过先前反复冲击消耗，俄军所布置的雷区与防御阵地也遭到了不少的破坏，只不过乌军需要进行相关战术的调整，才能再度夺回战场主动权，继续向前推进，夺取定居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交付给乌克兰的109辆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已经至少有10辆被俄军摧毁，另外还有10余辆因受损无奈丢弃在战场。但令人奇怪的是，美国交付的100辆史崔克装甲车却没有出现明确的战损消息。为了弥补乌军前线作战时的装甲车辆损失，在6月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援助15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与10辆斯崔克装甲车。6月底，美国再度宣布新援助，将向乌克兰提供30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与25辆斯崔克装甲车，只是不知道这2笔援助是叠加还是增加。这些装甲车辆只是6月底宣布的军援中的一部分，另外军援还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毒刺便携防空的补充弹药。这些及时的弹药援助将提高乌军反攻行动的关键能力。对此，泽连斯基也是在社交媒体向美国表示了感谢。另外，乌克兰宣布，西方国家帮助培训的9个旅，近3.6万乌克兰士兵将在近期回到乌克兰境内，将作为主力展开对俄作战，最终可能会影响乌军此次反攻是否取得成功。此前，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援助了大量装备，几乎倾尽各国之力，是要将乌克兰打造成立
体攻防的高级武器库，但俄罗斯先是发布影片展示战场缴获的美制步兵战车与德国豹2主战坦克，甚至一度让外界认为西方武器的神话被打破。面对乌军进攻受阻，各国也在反思，在资源装备重组的情况下，为何乌军依旧无法取得优势？最终归结于乌军对这些西方武器不够熟练，作战方式有些不当。所以近几个月，西方国家大批培养乌军士兵，让他们学习西方的联合作战方式，然后再参与到对俄作战中。此次乌克兰出动的9个作战旅都是由西方国家帮助训练的。由此看来，西方国家也想借此证明自己，验证数百亿美元的军援能否将乌克兰军队打造成一支标准的北约作战部队。对此，一些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按照西方作战方式进行战斗的军队将证明西方国家作战方式要比俄罗斯更加先进和优秀。不仅如此，乌克兰战场近段时间还出现了新变化，双方都引入了空射诱饵弹这种新式武器。这种可以发射出真导弹作为诱饵，通过牺牲诱饵的方式来引诱敌方防空武器开火，然后趁机打击敌方防空阵地。这也意味着乌克兰战场或许将陷入更为焦灼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布林肯公开表示，乌克兰目前的反攻行动确实受到了阻碍，再加上战况十分复杂，乌军反攻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时间。但布林肯对乌克兰保持信心，称乌克兰拥有反攻获胜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可是布置了数道防线，该如何打破僵局呢？简单粗暴地继续投入兵力装备肯定是不行的。泽连斯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与美国进行沟通时，再度讨论援助远程打击武器与 F-16的问题。乌军目前所装备的火箭炮在射程上已经明显出现不足，无法对俄军纵深目标形成有效打击。同时，乌军想要突破俄军防线，必须要先夺取制空权，才能对俄军后方补给线与炮兵阵地发动袭击。只要乌军能够获得远程打击火力，就能达成这个目标，复刻哈尔科夫反攻胜利。在装备 ATACMS 后，乌军远程打击甚至可以覆盖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具备了收复失地的可能性。目前，美国计划援助 ATACMS 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只要拜登同意，乌军可以在一夜之间提升2-3倍的远程打击能力。因为乌军本身就已经装备了海马斯与 M270， 从而对俄军后方目标的威胁也将大大提高。根据目前火力军了解到的信息，关于 ATACMS 的援助，拜登已经在考虑中了，说不定援助工作已经开始了，只需要美国公开宣布。而关于 F-16战斗机，现在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训练乌军飞行员。瑞典也表示可以帮助乌克兰训练 JAS-39 鹰狮战斗机的飞行员，所以不要觉得反攻进度慢、成果少，就觉得乌军在虚张声势。火力军可以这样明确地说，乌军仍在等待机会，等待陆军战术导弹的到来，等待 F-16等4代机的到来。到那时候，乌军才会拿出所有筹码与俄军全面对决。你们觉得乌克兰还需要什么呢？俄罗斯在失去瓦格纳这股力量之后，战场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欢迎评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